上集提到九龍城寨因為政治嘅原因而變成所謂嘅三不管地帶，不法分子犯罪之後，只要跑入去城寨入面避風頭，香港警察就冇權入內捕捉。電影《追龍》就以九龍城寨作為背景，影射江湖人物跛豪同埋人稱四大探長嘅雷洛勒哥嘅故仔，所以九龍城寨成為一個罪惡溫床，集黃賭毒於一身。因為冇法可管，所有唔合法嘅活動都會喺城寨入面進行。50年代，城寨入面有154間煙館、7間賭館、15間狗肉鋪同11間妓寨，仲有一間可以容納300人嘅戲院。不過戲院就梗係唔係普通睇戲嘅戲院啦。城寨呢一間戲院係專係睇脫衣舞嘅。當時嘅職員除咗會喺城寨邊緣招攬客人，更加會開車去油麻地、廟街等等嘅地方擺檔賣飛，再免費接送客人出入城寨。呢度以前仲有麻雀館、排九檔、翻攤檔等等。全港九新界嘅賭客都會特登入去城寨入面賭錢，貪佢冇人捉又多花款啊嘛。毒品喺呢度亦都非常常見，除咗係毒品工場嘅集中地之外，城寨入面亦有好多毒品鋪，而毒品鋪都會點起蠟燭做記號。由於條街周圍都係點燃嘅蠟燭，所以啲人就叫嗰度做光明街。除咗黃賭毒，城寨入面都有正當嘅生意嘅。城寨入面食肆士多林立，大廈外面全部都係牙醫、西醫診所嘅招牌。當時好多喺大陸行醫嘅醫生走難落嚟香港，因為唔識英文考唔到執照，所以就喺城寨入面行醫。雖然冇牌，但係佢哋嘅儀器大多數都係日本進口，好多仲比起城寨外面嘅正規牙醫診所更加先進，而且價格仲平過正規醫院好多㗎。所以唔少城寨外面嘅香港人都會特登入去城寨入面整牙睇醫生。除咗醫療方面之外，最盛行嘅就係食品加工廠。魚蛋廠、腸粉廠、缽仔糕廠都應有盡有。除咗因為呢度租金平之外呢，喺城寨入面開設工廠亦都唔需要申請牌照，所以當時有80% 嘅魚蛋都係嚟自九龍城寨嘅工廠㗎。城寨雖然衛生惡劣，但係治安其實一啲都唔差，亦都好少發生嚴重嘅案件。城寨入面嘅居民同犯罪集團涇渭分明，不法活動集中喺東區，而西區就係民居。城寨有自己嘅秩序。雖然係罪惡嘅溫床，但佢亦都係唔少人嘅安樂窩。想睇更多香港昔日嘅景象，經濟通出版嘅《線條下的香港》，沈平鋼筆畫作帶你重遊舊香港。無論係鬧市一角定係維港景致，每一幅作品都帶有溫度同情懷，非常值得每位香港人珍藏。如果中意我哋嘅影片，即刻讚好同埋留言，唔記得訂閱，記得撳埋個鐘仔，叫埋啲朋友一齊睇。